Hello，大家好，我是亚提米斯。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也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支持一下我这个频道哦。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影片吧。Hello， 大家好，我是亚提米斯，欢迎收看今天的亚提玩塔罗。那今天的占卜开始之前呢，还是要先跟大家说一下哦，2026年的12星座运势已经在我的频道上架喽，大家记得要来看哦。好，我们今天要来占卜的题目是你心里想的这个人会不会偷偷的想念你？我们在画面上呢会看到4种宝石做我们今天选择的参考。第一种呢是黄碧玉。第二种呢是白水晶，第三种呢是黑碧玺，第四种呢是蓝磷灰石。好的，现在请你闭上你的眼睛，深呼吸3次。深呼吸完了之后，请你想着某个人，想着我们今天的题目，这个人会不会偷偷的想念我呢？想好了之后，请你睁开你的眼睛，直觉的从这4种宝石当中选择其中的一种。选好了吗？选好了之后，请你记住上面的号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择到黄碧玉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择到黄碧玉的朋友们，亚提米斯的频道呢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超级感谢功能呢，其实就是抖内的功能啦。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抖内我的频道，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我们看到这12张牌前3张代表过去一段时间他有没有偷偷的想念你，中间的6张是他现在有没有偷偷的想念你，他对你的想法是怎样的，后面这3张呢是未来一段时间他会不会偷偷想念你，或者是你们之间关系的发展。好，我们来看前3张牌第一张牌呢，我们看到的是钱币9的正位，我们还看到的是宝剑骑士的逆位，我们还看到的是权杖4的逆位。这3张牌代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他其实并没有想念你，也没有偷偷的想念你，为什么呢？我们看到钱币9跟权杖4还有
宝剑骑士这3张牌就有几个蛮重要的讯息哦。这张牌代表着其实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他就是最爱的人是他自己，所以他每天想到的就是他自己。因为看到我们这边钱币9加权杖4的逆位，就代表着他其实连家人都不太管啦，就是说他自己在过去一段时间就是想要先好好的宠爱自己，让自己过着好的生活、好的日子，赚钱花在自己身上，自己快乐最重要。那这也不是什么自私不自私，他就是选择先爱自己。那家人的部分，他其实反正没什么大事，他也懒得管哦。那宝剑骑士的一个逆位呢，其实代表着一件事，就是说如果你发现他有不小心跟你有什么联络，那就真的只是不小心而已，就只是一个误会，他并不是真的想要跟你，就是他不是真的因为想到你才去跟你联络啦，他可能就刚好比如说有什么事情或不小心按到之类的，他并不是故意要跟你联络的哦。好，我们来看中间这6张牌，那现在的他会不会想念你，还有他对你的想法跟感觉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第一张牌是权杖9的逆位，我们看到的是钱币骑士的逆位，我们还看到了第3张牌呢是权杖5的逆位哦。最近呢，他其实对你是抱持着一个开放的态度。所谓开放的态度就是不积极不主动，但是也不反对你跟他联络啦，就是说如果你要跟他联络他 OK， 但是如果要他自己跟你联络应该是没什么机会哦。为什么呢？因为权杖9的逆位加上权杖5的逆位，其实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他对你的态度就是他觉得也跟你之间没有什么大问题啦，但是也没特别想要跟你有联络，所以他其实并没有常常会去想到你，或者是偷偷想念你之类，他只是觉得说面对你就是很多事可能都过去了，那我对你的态度就是用一个开放的态度面对你，你想怎样随便你。但钱币的骑士在这边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他就不会想要跟你主动联络，他觉得跟你主动联络是一种蛮没有意义的事情。所以没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如果没有特殊的必要，比如说工作上或者是跟钱有关系的事情，他其实就觉得就不用了，也就是说他其实并没有想到什么感情上的事了哦。好，我们来看下面这3张牌哦。这张牌呢，我们还看到的是钱币5的逆位，还有圣杯国王的逆位，还有圣杯9的正位。这几张牌其实代表了几件事情，就是钱币5的逆位很明显的在讲他现在还是以让自己过得更好为优先，他觉得自己过得开心比较重要，而且圣杯9其实也讲到这件事情，就是他现在会做的事情多半都是先以自己快乐，内在心里感受到心灵上的富足、心灵上的快乐为主，他觉得这是重要的。那我们这边还看到的是圣杯国王的逆位哦。那圣杯国王的逆位在这边讲到的一件事就是他其实有2个讯息啦，其中一个讯息是他对于感情的态度就是谁来都好，现在的态度就是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态度就是所谓的比较开放性的态度，是指他现在不会想要走一个专情的路线，他会觉得很多时候感情专情的路线是必须在对方也有回应的状态下他才会这样做。所以现在的他其实还是处在一个以他自己过得好，自己过得开心，然后对感情上的态度，对你的态度都是开放的，就是你要再来跟我互动也 OK 啦，但对你就是没有特别的想念。好，那未来2到3个月这个人会很想念你吗？会想到你吗？我们看到的是宝剑5的逆位，我们看到的是权杖10的逆位，我们还看到的是钱币6的正位。这几张牌代表的是在未来2到3个月他会想念你，而且他会主动的跟你有一些互动。为什么呢？最大的原因是我们看到的是宝剑5的逆位就他有点寂寞啦，然后他想要找个人排解一下时间，或者是就想到你就跟你聊聊，觉得 OK 你是一个不错的聊天对象之类的。好，那权杖10的逆位其实也代表着他在未来2到3个月当中，他其实生活上的一些压力会压得他有点喘不过气，才会导致他会想要找个人聊聊，但是他不会亏待你。我们这边看到的是钱币6钱币6有时候它意味着一件事，就是说他去找你的话，他可能会带一些东西给你，或者是给你一些好处之类的，至少他想要从你身上拿到东西的时候，他也希望至少不要让你很生气或什么之类的。当然这个东西或许不可能说是放在天平上就是正好刚好的，因为有时候感情跟就是聊天这种事情他没有办法称斤称两的去算，但是他不会让你觉得吃亏啦，就是说他希望可以至少跟你维持在一个互相给予一些互相支持的能量的一些状态所以我会觉得对他来说未来2到3个月，我觉得他会想念你，而且会主动跟你联络的几率其实是蛮高，或是比较主动的去接近你的几率是比较高一点的。但是这是基于他的需要啦，就是他可能压力大，需要有人陪陪他，他就会想到你这样子。
雅提米斯最近呢也推出了新的服务，就是塔罗牌占卜 Lite。那这个服务呢，就是让大家呢只要加入雅提米斯的 Line 账号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提问。那一个问题呢，收费300元，雅提米斯呢会帮你抽2张牌，帮你解惑，告诉你答案。详细的服务内容呢，可以参考雅提米斯的 IG， 或者是直接刷画面上的 QR Code 加入雅提米斯的好友。欢迎大家多多使用这个服务哦。好，我们用爱的序占卜卡来看一下这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好，第一张牌呢叫做乐于表达爱。这宇宙在提醒你一件事啦，就是说在面对到他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还喜欢他，你就主动一点表达吧。其实对方的态度就是他不会对你的表达有什么负面的想法，他其实也是乐于接受的那一种，就我们刚才看到的部分，只是他不是一个主动的状态，他还没有积极到那个程度，所以如果你想要跟他有一些感情上的互动，你就要自己去跟他讲。好，第二张是爱原本的你。这宇宙在提醒你，就是其实他是一个很爱他自己的人，那你也要好好的爱自己。有时候在这样的状态下，你们的能量才会比较平衡一点，才不会都是你一直流向他。这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所谓的一个均衡的一个状态。就未来2到3个月，如果说他主动找你的话，那你也要让自己不要吃到亏，就是他该给你些什么，他该付出一些什么，你就让他付出。好，最后请求协助。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人的话，如果他又再出现在你面前，你不知道怎么再处理他的话，这宇宙在提醒你，就是找你的朋友，找你的亲人，找你的好朋友，给点意见，帮帮你。这个有时候不要自己闷着哦。好，就是选择到黄碧玉的朋友们，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哦。好的，选择到白水晶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择到白水晶的朋友们，雅提米斯的频道呢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超级感谢功能呢，其实就是抖内的功能啦。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抖内我的频道，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我们看到这12张牌哦，前3张牌代表是过去一段时间他有没有想念你，中间的这5张牌是现在的他有没有想念你哈，他对你的看法。后面这3张是未来2到3个月当中他会不会很想念你，会不会有一些关系上的进展哦。我们来看前3张牌，第一张牌我们看到的是宝剑6的逆位，我们还看到的是隐者牌的逆位，我们还看到的是钱币王牌的逆位。这几张牌代表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基本上他是没有怎么想念你啦，因为对他来说，过去一段时间他其实相对的比较忙，而且压力也蛮大的哦。宝剑6的逆位加上隐者牌的逆位，代表的是他的环境当中有着一些让他其实感觉到比较难过的事情，然后这些东西的心情起伏造成他处理自己的情绪都处理不完了，然后他自己其实还得要面对很多事情，他连停下来好好想一下自己的事的时间其实都不算多。然后钱币王牌的逆位代表着其实他的经济压力是有点大的，对他来说他需要一些时间去调试跟好好的把自己的生活整理一下，所以对他来说他其实算蛮忙的，也没什么时间去想到你啦。好，那现在的他会不会想念你呢？对你的想法又是怎样呢？我们这边看到的是钱币侍卫的逆位，那我们看到的是权杖6的正位，我们还看到的是钱币6的逆位啊。这张牌其实代表着目前的他在工作上表现上算是还不错的，可是他自己其实有时候会觉得最大的重点还是想要赚更多的钱啦，然后他自己希望在跟你的一个互动上，或是至少在你面前他希望展现出一个相对成熟的态度，所以你说他会不会想念你，我觉得有一点点，可是有时候对他来说，他觉得他对你的一些付出跟想法好像都没有得到他就是他觉得可以得到的一个回馈，他觉得你对他是比较冷漠的，所以对他来说，他觉得问题不是出在他身上，就是如果没有什么联络，没有什么来往，或者是就算有来往也不是很热络的情况下，其实对他来说，就是他觉得问题不是出在他自己身上，他觉得问题是出在你身上了哦。好，我们来看到另外3张牌哦。我们看到权杖8的逆位，我们看到太阳牌的逆位，我们还看到的是钱币9的逆位。对他来说，现在的他其实也没有常常去想到你，最大的点是
他自己觉得现在赚的钱还不够，然后他觉得现在的他还过得不够快乐，而且他也没有这么多余裕，没有那么多时间跟金钱去跟你有一些互动，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好像他必须要把自己弄得很好，才有办法去跟你互动。至少对他来说，他觉得在你面前再度出现或再度跟你有比较多的联络的状态下，是必须要他活得很好的情况下，他才会选择去做这件事情。所以现在的他其实就也没那么想念你，他比较想要把自己过得更好一点。好，我们来看最后3张牌，未来2到3个月你们之间会不会有一些互动，或者是他会不会想念你呢？我们看到的是钱币3的正位，我们看到审判牌的逆位，我们还看到的是皇帝牌的逆位哦。未来2到3个月他其实是有机会会联络你，而且他其实是会想到你。那最大的原因就是他可能在学习或是做某一些工作上面的时候，有一些东西唤醒了他过去的一些回忆或记忆，然后对他来说他就觉得有点想念你。那有一些东西他其实是还过不去的，所以他会觉得可能跟你联络一下，把某一些过去他过不了的关卡或过不了的问题问清楚解决一下，所以他也不会说就是一直等你联络他，他会相对的就是用一个比较亲切的态度去联络你啦。因为有时候皇帝牌逆位代表着他其实相对会有点害羞的去联络的一个感受，因为其实这张牌的讯息上就是他就没有办法继续稳稳的坐在那，他会有一些动作出来，然后这些动作其实是他自己觉得有一些问题他该要跟你好好的处理一下或解决一下，有一些是心情上的部分他想要过得去。所以对他来说，未来2到3个月我觉得他是会跟你主动联络的，然后他会告诉你一些事情，或许你会更清楚他的态度为什么会变成那样哦。雅提米斯最近呢也推出了新的服务，就是塔罗牌占卜 Light。那这个服务呢，就是让大家呢只要加入雅提米斯的 Line 账号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提问。那一个问题呢，收费300元，雅提米斯呢会帮你抽2张牌，帮你解惑，告诉你答案。详细的服务内容呢，可以参考雅提米斯的 IG， 或者是直接刷画面上的 QR Code 加入雅提米斯的好友。欢迎大家多多使用这个服务哦。好的，我们要的续占卜卡来看一下这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好，第一张牌呢叫做放慢脚步。这宇宙在告诉最近的你，就是有时候在面对跟他有关系的话题跟事情的时候，你也不要让自己太急啦。有时候太急躁反而也没有什么太多帮助哦，放慢脚步会比较好。第2张牌是喜欢吸引喜欢。那如果这个对象是跟感情有关系的对象，你希望他喜欢你的话，有时候你就要释放出更多你对他有好感的一些态度，否则对方其实有时候他自己有一些事很忙的时候，他自己其实根本就不会想到你有没有喜欢他的这件事情。好，最后就是行动胜于空谈。这个人其实就是相对忙碌，也比较被动一点，就算未来2到3个月他会自己主动跟你有一些联系，有时候也是会让你觉得说好像不是这么积极。那如果说你希望关系可以有更好的调整跟进步，那行动胜于空谈，你要用行动去表达你对他的喜欢爱，这样才会有办法更直接更清楚的有一些变化，就是你跟他之间的关系才会有一些成长啦。好，就是选择到白水晶的朋友们，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哦。好的，选择到黑碧玺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择到黑碧玺的朋友们，雅提米斯的频道呢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超级感谢功能呢，其实就是抖内的功能啦。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抖内我的频道，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我们看到这12张牌，前3张代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他有没有想念你，有没有偷偷想念你。中间的6张是现在的他有没有偷偷想念你，然后他对你的看法跟想法是怎样。后面这3张代表未来2到3个月当中他会不会偷偷的想念你，然后或者是你们的关系会不会有什么进展。好，我们来看前3张哦。第一张牌呢，我们看到的是圣杯4的逆位，然后还有权杖6的逆位，
还有权杖骑士的正位。好的，那这3张牌其实讲到几个讯息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就是他自己其实对于你是会想念的，但就不是很多啦，偶尔会想起来。特别是比如说他遭逢到一些不是很顺遂、不是很如意的状态的时候，他其实就是会想到你，他会想到跟你互动的时候，其实之前的一些快乐的时光跟情况，然后甚至于在这种情形下，他就有可能会主动的去联络你之类的。然后其实权杖骑士也讲到一件事，就是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他算是蛮忙的一个状态，就可能跑来跑去啊，工作上很多需要他一直忙碌，所以即便是想到你，可能就是想到了一下就联络一下，但是很快的他就又不联络你，或者是你就会发现他就没有下文了，因为他就继续去忙他的。所以对他来说，想你是偶尔会啦，但是就是偶尔，就真的只是偶尔，特别是他过得不是很好的时候。好，我们来看中间的6张牌，现在的他对你是怎样的想法？他有没有想念你呢？我们看到的是权杖王牌的正位，我们看到的是权杖国王的逆位，还有我们看到的是钱币3的逆位。最近的他就是应该没有很想念你，主要的原因是他还蛮忙的。这个忙是很多事其实没有那么的顺利，譬如说他在工作上不是很顺利，然后工作的内容跟进度上不符合他的一个计划跟规划，所以对他来说，他还蛮努力的想要把他自己的工作跟生活回到一个正轨上面。然后对他而言，现在的你就是在他不能说闲下来，而是在他有空的时候才会去想到的一个对象。他也不是说完全的不会想念你好，那我们这边另外还看到的是圣杯5的逆位，我们还看到的是宝剑8的逆位，还有钱币6的正位。他其实在面对到更多压力的时候，我觉得接下来一段时间当中啦，他会想要跟你有一些联络，而且他其实算是相对主动的。我觉得在接下来大概半个月1个月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会开始思考，就是他开始过的生活上有一些压力的时候，他想要走出这些不愉快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你大概是唯一一个可以提供他一些心灵上能量的人，所以他会想要跟你联络。而且你对他的重要性其实是蛮明显的，就是你可以带给他蛮多的一些正面的能量，然后他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受用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他会很主动的去找你。而且宝剑8的逆位是他可能之前有某一些障碍过不去，这种障碍就是可能他想到你，他又想要跟你联络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卡住的地方，但是未来大概半个月1个月之间，这些卡住的地方就会消除掉。所以对他来说，其实和你联络的这件事情，想到你的这件事情，我觉得现在是有的，但是就是不是很常有的那一种啦。特别是在他可能心情不是很好的时候，他就会想要跟你有一些互动。好，我们来看最后3张牌未来2到3个月互动会变多吗？他会持续的想念你吗？基本上是会的我们看到圣杯9的逆位、钱币2的逆位跟死神牌的逆位，这3张逆位牌其实都有，就是合在一起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未来2到3个月他其实感受到自己不够快乐，然后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想到你，甚至于他会处在一个相对比较忧郁的状态，可是跟你的互动当中或者是想到你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人生又有一些希望跟快乐，所以在跟你的一些往来里面，他会很清楚的去感受到它是一个越过越好的情形，所以我觉得他在未来2到3个月当中，他其实是会比较频繁一点的跟你有一些互动，然后这是因为他的需要，就是他想要让自己过得更快乐一点，然后他也觉得你是可以带给他快乐跟希望的人所以我觉得你对他而言，在未来2到3个月算是蛮重要的一个状态。雅提米斯最近呢也推出了新的服务，就是塔罗牌占卜 Light。那这个服务呢，就是让大家呢只要加入雅提米斯的 Line 账号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提问。那一个问题呢，收费300元，雅提米斯呢会帮你抽2张牌，帮你解惑，告诉你答案。详细的服务内容呢，可以参考雅提米斯的 IG， 或者是直接刷画面上的 QR Code 加入雅提米斯的好友。欢迎大家多多使用这个服务好，我们用爱的序占卜卡来看一下这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好，第一张牌呢是你是不受局限的其实在跟他互动的时候，你就做自己就好了。这宇宙会告诉你，就是说，即便是他可能没有主动联络你，但是如果你想联络他，你就联络他；你想生气就生气，你想开心就开心，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是不受局限，做自己就好。好。第2张牌是爱是唯一的真相，当然这个爱有很多种这个跟你选择的对象不一样有关系，但是这宇宙在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人其实是缺乏爱的状态，
所以你如果可以提供他一些爱的感觉的话，其实他会更想要黏着你。好，最后我们看到的是回归你真心所爱哦。其实这个宇宙在提醒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吧，和他的互动当中，你也会有一些获得。那这些获得是当前的处境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重新检视一下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或许你一直觉得你可能想要跟他复合，或者是你希望的是他可以提供你更多的爱，类似这些。可是或许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思考到一件事，就是其实你只是希望有个人跟你讲话，这就是一种获得。好，所以这些获得其实是需要你静下心来去好好思考的，也是这个人在跟你一个互动的过程当中可以提供给你的东西。好，这是选择到黑碧玺的朋友们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哦。好的，选择到蓝灵灰石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得到的占卜结果吧。好的，选择到蓝灵灰石的朋友们，雅提米斯的频道呢已经开启了超级感谢的功能。超级感谢功能呢，其实就是抖内的功能啦。欢迎大家透过这个功能抖内我的频道，支持我把这个频道继续做下去。好，我们看到这12张牌哦，前3张牌代表过去一段时间他有没有想念你，中间这6张是现在的他有没有想念你，后面这3张是代表未来2到3个月他会不会想念你，还有你们之间关系的发展。我们看前3张牌哦，第一张牌呢，我们看到的是权杖侍卫的正位，还有权杖骑士的逆位，还有命运之轮的逆位。就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他其实没怎么想念你啊，最大的点其实是他自己生活上他有蛮多事情在忙碌的，然后很多，而且他的生命当中其实有一些人会带给他一些不是很愉快的事情，他在处理这些人事物，特别是人跟人关系的问题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很烦躁了，他完全没有心情去想到别的人。有时候命运之轮的逆位在这边呢，其实是更清楚的代表一件事，就是他根本没有空，他没有空去想别的事情，他每天可能就绑在工作上面，然后处理他生命当中带给他很多麻烦的人，所以他就已经其实是没什么时间啦。当然他也就没有太多的时间跟心情去想到你哦。我们来看中间这6张牌，现在他对你的看法跟想法，还有他有没有想念你呢？我们来看到的是第一张牌叫做钱币国王的逆位，我们看到钱币王牌的正位跟权杖6的正位。目前的他其实一心在赚钱，就是希望可以有更好的工作成绩、工作表现，然后他觉得钱不够用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好，大家都会这样觉得，但是对他来说，就是钱不够用这件事情会带来极大的压力。有一些人可能会想办法去，可能比如说在钱不够用、压力很大的时候，可能会跟别人聊聊，或想到谁就去跟他联络。但他不是，他就是那种钱不够用没关系，我努力赚，我用力赚，我能力很好。他其实算是一个对自己蛮有自信的人，然后他自己会觉得说没关系，我就是挺起来，我来处理。也就是说，他会把所有的能量集中在他自己身上，他就会比较没有去想到你，而且他希望，因为他其实表现真的也不错啦，所以他就会觉得说，靠，我是个 OK 的，我要先把我现在的问题解决掉，我要先让我自己有钱起来。好，而且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女教皇牌的正位，还有魔术师牌的逆位，跟圣杯皇后的逆位。我觉得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是会想到你的，可是这种想念就真的只是想念而已。他会，每个人都有感情上的一些需求，这种感情上的需求，当然如果你的占卜对象不是目前的感情对象的话，其实无论如何每一个人都会有情感上的需求，都会有软弱的时候。那这个人其实我们这边看到的是女教皇牌的正位跟圣杯皇后的逆位，他其实本身常常处在一种有时候情绪很混乱，然后他会想办法把自己恢复到一个平静的状态下。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闲下来或空下来的时候，很忙很累，到最后他会想到你，他可能会去怀念跟你过去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跟你的一些互动。可是魔术师牌的逆位也讲到一件事，就是想归想，他也不会有任何动作，他就觉得好，我想到的是一些过去的事情，或是甚至于这几张牌有一种他可能会梦到你，但问题是醒来就醒来了，他也不会因为这样特别去跟你有一些互动，或想要跟你有多一些来往的感觉啦。所以对他来说，就是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可能会想到你，而且甚至于好哭一下这样，会想到你这样子。但你说一直会去很努力的一直想念你，其实是不太会的。好，我们来看最后3张牌。
未来2到3个月他会想念你吗？你们关系会有一些进展吗？我们看到的是皇帝牌的正位、权杖、王牌的逆位跟宝剑侍卫的一个逆位，这几张牌就是代表着未来2到3个月他不会跟你有什么互动，然后他也不会想到你，因为其实皇帝牌在这边就讲到一件事，就是他所有的能量都会汇总到自己身上，他就是想要让自己做得更好，变得更棒，他根本不会去想到别人，他就是想到自己而已。那权杖王牌的逆位其实就是一个延伸嘛，就是说他其实反正没有想到你，他就不会想要跟你有什么来往跟互动啊，他也不会主动跟你有什么互动。宝剑侍卫更是这种情形，就是他会把他的精力用在工作上，或是成就他自己上面，但是这些东西都不包括你，所以我觉得未来2到3个月他会相对的比较冷淡一点啦。雅提米斯最近呢也推出了新的服务，就是塔罗牌占卜 Light。那这个服务呢，就是让大家呢只要加入雅提米斯的 LINE 账号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在上面提问。那一个问题呢，收费300元，雅提米斯呢会帮你抽2张牌，帮你解惑，告诉你答案。详细的服务内容呢，可以参考雅提米斯的 IG， 或者是直接刷画面上的 QR Code 加入雅提米斯的好友。欢迎大家多多使用这个服务哦。好的，我们要继续占卜卡来看一下这宇宙给你的补充讯息。好，第一张牌呢叫做要有耐心哦。如果你真的很执着在这个人身上的话，你真的很希望他会想到你的话，你就要有点耐心哦，因为这个人其实就是还蛮自顾自的一个人啦。那你要等他去想到你，那你就真的要有点耐心，慢慢等哦。第二张牌叫做以心聆听，这宇宙在告诉你一件事，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的占卜在告诉你一个蛮重要的讯息，就是这个人其实真的目前所有的焦点都在自己身上，那你是不是还要继续等他，是不是还要继续想念他呢？这其实是你可以做出选择的哦。好，最后一张牌是感谢这一刻。每件事情每个状况都是机会，让我们成长和看到爱。这个人是你成长的一个契机，所以他所带给你的东西或许不见得每一件都是美好的开心的，可是他会让你成长，他会让你得到更多的东西。那如果说你想要放下他的话，那你就感谢他给你这些，然后把它放下。好，就是选择到蓝灵灰石的朋友们，你们得到的占卜结果哦。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咯。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还有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谢谢大家，拜拜。